应该很多人看过这位老是向你跟我讲干嘛俗辣的老爷爷。那么意味深长又带着一点轻视的微笑，到底是要经历过什么人生的大风大浪才能练成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俗辣迷因背后的主角哈罗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位以俗辣迷因风靡台湾的老爷爷呢，在国外被称为是强颜欢笑的哈罗德，因为他的笑容里面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实在是太不对劲了，不对劲到全世界的迷因爱好者都爱到疯掉。那虽然哈罗德最早被做成迷因的时间点已经不可靠，但以我们能找到的资料来看，他的照片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的论坛上面出现，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对他的热情却丝毫没有消退哦，仍然梗图辈出，精益求精。甚至呢，在2020年 COVID-19 疫情刚开始蔓延的时候，还有人将他的笑容印刷在口罩上面，用来鼓励大家在疫情当中还是要强颜欢笑。这位哈罗德到底是谁？他超级不对劲的笑容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第3类半导体氮化镓吗？氮化镓是半导体产业最前沿的科技之一，而领导品牌德州仪器已经在这个领域投注研发超过了10年，在个人电子装置、资料中心、电动车等等的应用都已经获得成果。比如说 TI 氮化镓电源应用成功达成提高效率、减少系统占用空间与系统元件、平衡功率密度、缩小体积与重量、降低成本等目标。另外，在能源应用的方面 ，TI 氮化镓可以协助设计更小、更轻、更高效的逆变器，跟现有的逆变器相比，它的功率密度可以高达3倍，减少对于电网的依赖。未来 TI 会投注更多的产能跟投资，扩展氮化镓的各项技术和解决方案，持续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欢迎点击 TI 氮化镓页面了解更多资讯哦。内心承受痛苦又不得不微笑的哈罗德，其实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人物。在2014年的时候，有个人在美国的 Fortune 网站上面呢，拿了49张迷因梗图，经过重新编排之后，上传到相簿网站，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故事。这是哈罗德，他每天都用强颜欢笑来克制内心的痛苦。有时候哈罗德会找人陪伴来消除悲伤，但通常他都自己吃饭，因为哈罗德其实很受不了他。为了舒压，哈罗德有时会做一些房子的维修工作，他很喜欢。不幸的是，他深受失智症困扰，那不是强，哈罗德。这个相簿的名称叫做强颜欢笑的哈罗德，没有错，就是今天哈罗德名称的起源。那因为哈罗德在照片里面那股不自然的微笑，再加上有点政治不正确的图说，让很多网友觉得有够赞，甚至还有人拿一样图创造更多的迷因来共襄盛举。像是这张哦，在家耍废1周之后，哈罗德在冰箱里面找到了第6块冷冻披萨，或者这张哈罗德试着用念力来更换药罐的盖子。各种图文相符的迷因梗图呢，让哈罗德从美国红到欧洲，接着又红遍了全世界，连台湾也被卷进了这个哈罗德流行里面。但这样玩着玩着，当然就有人开始好奇哦，这个哈罗德到底是谁呀？这位哈罗德在现实世界其实叫做安德拉斯，他在1945年的7月出生于匈牙利，目前居住在首都布达佩斯。安德拉斯在退休之前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专精于照明的领域，还曾经跟其他人共同出版多本著作。而他杰出的表现呢，也让他得到了匈牙利电机工业协会的奖项，还被选为匈牙利照明协会的副会长，算是在他的领域里面小有名气的人。但有一天呢，安德拉斯副会长就去一个照明会议上面演讲，演讲完之后，有2位年轻人特别来找他拍照留念。当时安德拉斯还觉得有点得意，哇，我大半生的这个研究成果没有白费，这些年轻人一定是深受我的启发才会想来跟我拍照吧。但后来呢，他才发现他们不是想要跟照明副会长安德拉斯拍照，他们想要拍的是强颜欢笑的哈罗德。为什么一个电机工程师会变成风靡世界的迷因？这一切都要从安德拉斯一个带有小小虚荣心的决定说起。这个故事的起点呢，发生在安德拉斯的一场旅行哦。在2010年的时候，安德拉斯跟妻子一起去土耳其度假，当然也拍了一些照片留念。在那个脸书还不盛行的年代，他为了把照片分享给亲友，就上传到了匈牙利的某个社群网站上面。结果有位专业的摄影师路过，也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发现呢，安德拉斯有一张头戴船长帽的照片，很符合他们需要的一个角色形象。所以这个摄影师呢，就去邀请安德拉斯去当他们图库素材的模特儿。安德拉
斯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点虚荣心嘛，那当然也不例外。摄影师给他赞美几声，他就整个轻飘飘的同意去试拍。而试拍的时候呢，摄影师觉得安德拉斯表现超好，安德拉斯自己也很喜欢拍出来的照片，两个人一拍即合。而当天拍完之后呢，摄影师还一次又一次的邀请他回去拍照，最后他们完成了好几百张的照片，其中包含了像是医生、工人、上班族等等很多不同职业的角色扮演。而在这些拍摄工作终于结束之后呢，有一天啊，安德拉斯就好奇说：“我那些照片到底被用在哪里呢？”他打开网络开始搜寻自己的照片，殊不知就这样打开了异世界的大门。一开始，安德拉斯发现自己的照片被用在医院网站上面，哇，这个专业又权威的形象让他觉得超爽的。但这个虚荣感呢，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因为很快的呢，他就发现自己被做成了迷因。虽然有些他也觉得很好笑，但是当他看到自己被做成带有歧视跟恶意攻击意味的图时，他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了。因为其实当初在接拍摄的时候，安德拉斯就特别在合约里面注明，照片不能够被用在宗教、政治还有色情上面，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容易让人类产生裂痕的议题哦。没有想到最后果然还是逃不掉。当他看到那些恶意的民用他的脸来讲出他无法认同的话时，他觉得非常的不开心。而且除了这些恶创带来的困扰之外呢，安德拉斯后来还遇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骚扰。这民音爆红之后，有个神通广大的网友不知道从哪边弄到了他的信箱，寄信给他说：“很多人都觉得你是用 Photoshop 创造出来的，请你出来证明自己是活生生的人啊！不是，我是活人，还要跟你证明吗？”一开始安德拉斯选择不理这些信件但这些信件呢，就像霍格华兹的入学通知一样，你越不理呢，他就源源不绝。最后呢，甚至多到让他不堪其扰。他想过说要把全部的照片都删掉，但是在网络世界要让名消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今天好不容易删掉一个，明天可能又会冒出3个。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呢，安德拉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既然打不过，那就加入他。安德拉斯决定拥抱民音的关键呢，其实是那些假冒他的粉丝专页。他想说，这些脸书的粉丝专页只是在大头贴上面用了他的照片，假装他是本人，贴他的这个图库素材呢，就几10万个粉丝追踪。既然这样子，身为本人他有源源不绝的素材，为何不干脆自己经营呢？因此，2016年他在俄罗斯的社群网站上面贴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呢，手拿一张写了"我活着"的纸板，直球回应那些轰炸他信箱的疑问。等等，这个表情怎么比较像是救火？好了，那除了昭告天下自己活着之外呢，他也开设这个脸书粉丝页上传照片还有影片来更新真哈罗德的生活。网络上面的迷因阿北居然是活人哦！网友们看到迷因显灵都觉得超级兴奋，各种采访广告代言的邀约也从世界各地开始找上门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安德拉斯的妻子并不支持安德拉斯公开露面的做法，因为他实在非常讨厌那些迷因，觉得他们不止丑化了安德拉斯还严重的干扰到了他们的私生活。直到一家匈牙利汽车经销商开始来找安德拉斯拍广告，他妻子从此改变想法。成为网络迷好像也不赖嘛，没有错。公开身份的安德拉斯呢，开始获得世界各地的业配还有采访邀约，像是英国的独立报、卫报、美国网络媒体 BuzzFeed 呢都采访过他，连 TEDx 呢也曾经请他到这个基辅演讲，跟观众分享他成为网络迷的心路历程。甚至远在这个南美洲的智利、哥伦比亚呢，都有人邀请他上电视节目。此外，安德拉斯还拍了匈牙利的可口可乐广告，用高龄网红的身份向大众传达年龄不是问题，不管几岁都要勇于尝试。甚至他还担任匈牙利心理健康运动的代言人请大家不要过度的强颜欢笑，应该要一起正视心理健康。安德拉斯分享说，自从社会大众意识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之后，那些带有冒犯尖酸刻薄的迷因梗图几乎都消失了。现在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信件感谢他的照片为世界带来欢乐，而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多彩多姿的退休生活。他表示呢，跟年轻人一起拍照实在是比听老人家们抱怨医疗问题有趣太多了。在研究这个迷因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安德拉斯怎么从一开始的超级抗拒到慢慢去拥抱迷因的转变。那当然，很多人觉得他的爆红只是运气好，安德拉斯自己也同意说，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参透这个流量密码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但我们觉得呢，安德拉斯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毕竟他在发现自己变成迷因的时候都已经快要70岁了。这些网络上面的迷因文化呢，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一个很陌生甚至有点困扰的东西。但是他一大把的年纪呢，还能够那么勇敢的主动的去接触跟
跟拥抱这个陌生的事物，还成功的转守为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为社会带来更多正面的改变，我们觉得真的是很让人佩服。所以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某张黑历史照片居然成了爆红的迷因，你会怎么做呢？我没有办法承受，应该会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去整形，务必要跟迷因切割。毕竟我觉得迷因都红不起来啦，我会选择默默的躲起来低调等风头过去。所以我应该会选安德拉斯当网红直接把黑历史变现。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俗辣阿北背后的故事。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泰国 low cost cosplay 和抖音名人卡比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